小娘子，给哥哥们唱个曲儿吧。来吧。随着教夫投姜文饰演的于占鳌一声粗粝的吆喝，四位教夫甩开膀子，将花轿颠得如同惊涛中的孤舟。红轿内，巩俐饰演的19岁的九儿身着红嫁衣，本该是娇羞新娘的她，眼中却没有半分怯懦。教夫们故意使出浪步磕轿的绝活，花轿被高高抛起，又狠狠砸下。轿内的九儿非但没有哭泣求饶，反而咬着牙挺直脊背，在颠簸中发出压抑的喘息。这场长达5分钟的颠轿戏，不仅是电影的名场面，更是整部作品的精神序曲。张艺谋用晃动的镜头、浓烈的色彩、震天的号子，将一场被动的婚礼变成了一场主动的反抗预演，也为后续的生命爆发埋下了伏笔。故事发生在抗战时期的山东高密，19岁的九儿被贪财的父亲以1头骡子的价钱卖给了30里坡九方主李大头，一个年过半百的麻风病人。你就想拿我换一头大黑骡子？你给你的骡子过去吧。娶亲路上，教夫们的粗犷嬉闹打破了封建婚俗的严肃性，九儿的沉默反抗预示着她不愿被命运摆布的一生。这时，第一个戏剧性的转折出现了。站住！不许跑！轿子放下！还有钱！劫匪不仅劫财，还见色起意，逼迫九儿往高粱地里走去。下轿，走！高粱地里走！九儿认命般的下了轿，但2次回头与于占鳌四目相对，激起了对方的反抗。最终，于占鳌奋起扑倒了劫匪，教夫们一拥而上，合力制服了劫匪。而这也让九儿与教夫于占鳌结下不解之缘。嫁入李家后，第1夜，九儿用剪刀反抗了这段父母之言的婚约。在回娘家的路上，她和于占鳌的命运彻底绑在了一起。这也是电影中最具争议也最经典的场景。拍摄时，张艺谋清场道，只剩导演、摄影师、演员4人，采用长镜头一镜到底，最终呈现的效果超出预期。更多的评论认为，这是对生命力的正面表达，打破了中国电影的禁欲传统。莫言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，电影中的这些场景正是小说想要表达的原始的、健康的欲望。而戏剧化的第2个转折出现了，李大头死了。就在我奶奶骂他爹的时候，18里坡已经出了事，李大头给人杀了。究竟是谁干的，一直弄不清楚。酒坊伙计们树倒猢狲散，纷纷要逃离这个不祥之地。所有人都以为九儿会卷铺盖走人，这个看似柔弱的女子却做出了惊人之举。她站在酒坊门口，对着欲走的伙计们喊道：大家先别走，我有话要说，你们还是留下吧。我一个女人家，全仗大家伙帮忙了，咱这买卖办成了，人人都有一份儿。要是实在有不愿意干的，想走也不强留。九儿的坚韧在此刻彻底爆发，她接手酒坊，亲自酿酒，用女性的肩膀扛起了一片天。可于占鳌再次出现，这个野性难驯的男人醉酒大闹酒坊，被九儿赶出门外。你说的是他妈李大头啊？啊？李大头算他妈什么东西？啊？他活着我也不怕。这人喝多了，把他拖出来。但当九儿被土匪秃三炮掳走，归来后九儿披头散发，于占鳌举着杀牛刀质问秃三炮，得到否定答案后，他冲进酒坊后的粗犷举动却意外酿出了甘醇浓烈的18里红。酒坊的伙计们欢呼雀跃，九儿望着于占鳌野性的眼神，终于卸下了所有防备。酒坊也迎来了最繁盛的时光。平静的日子并未持续太久，日军的铁蹄踏碎了一切，这是剧情的第3个也是最悲壮的转折。日军不仅用枪对准百姓们踩倒了大片高粱地，还抓走了抗日的秃三炮和忠于酒坊的罗汉大叔。在全村人面前，罗汉大叔惨遭迫害。下刀！九儿眼睁睁看着敬重的长辈惨死，眼中燃起复仇的火焰。他打开酒坊的所有酒缸，让伙计们灌满18里红，在高粱地中设下埋伏。一场民间自发的抗日之战在血色残阳中拉开序幕。当日军的卡车驶入高粱地，九儿决定亲自送酒送粮，而他挑着装满酒的担子穿行在金黄的高粱地，却被机枪扫射倒地。这一刻，九儿完成了3次蜕变，从反抗封建压迫的新娘，到守护家园的守护者，再到牺牲自我的抗争者。于占鳌嘶吼着冲向敌人，伙计们纷纷倒下，最终只剩下于占鳌和他与九儿的儿子，在漫天血色中完成了最悲壮的复仇。
张艺谋在影片中大量运用红色意象，红色的花轿，红色的棉袄，红色的高粱酒，红色的高粱地，甚至红色的鲜血，赋予了影片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与象征意义。而电影的时代背景设定在抗日战争时期，这不是偶然的选择，是莫言在创作小说时所参考的公婆庙大屠杀历史。1983年，日军为报复游击队的伏击，错杀公婆庙100余手无寸铁的百姓，整个村庄被夷为平地。正是这种绝境唤醒了潜藏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民族魂，而这种绝境中的觉醒也成为电影能够引发观众共鸣的核心。在和平年代，我们或许不需要像九儿和于占鳌那样用生命去抗争，但那种不向命运低头，不向强权妥协的精神依然具有强大的现实意义。红高粱的成功不仅在于其深刻的主题与精湛的艺术，更在于其幕后创作过程。这部电影的创作团队堪称中国电影史上的黄金组合。导演张艺谋彼时还是西安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，此前从未独立指导过电影，却带着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，想要打破传统电影的叙事模式。编剧团队由莫言、陈建宇、朱伟组成。最令人意外的是选角过程。最初剧组想找石可饰演九儿，但在离开的前一天，巩俐恰好回到学校，剧组与她交流后，立刻被她身上那种外表清秀、内心坚韧的气质吸引。张艺谋曾回忆，对巩俐的第一印象是聪明有味道，这种味道正是九儿这个角色所需要的，既有少女的娇羞，又有掌柜的干练，还有反抗者的决绝。而莫言最初见到巩俐时，还觉得她像个不谙世事的女学生，与自己心目中的九儿相去甚远。但电影拍出来后，莫言坦言非常震撼。姜文的入选则相对顺利，他身上的粗犷与叛逆与于占鳌的角色完美契合，成为了中国银幕硬汉形象的经典代表之一。红高粱的拍摄过程中充满了意想不到的困难，为了找到符合电影意境的高粱地，张艺谋带领剧组四处选址，最初是在山东乡下承包100亩地种高粱，却因遭遇干旱且种植过程中出现种子与化肥使用衔接问题，导致高粱长势极差。后续虽求助县委获得5吨化肥，并派人监督施肥浇水，最终也仅有20-30亩高粱地，勉强达到拍摄要求。张艺谋或许没有想到，这部在高粱地中种出来的电影，不仅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电影的魅力，更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人的精神。此后，红高粱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上映，先后获得第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、第11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等多项大奖，而 4K 修复版的多次重映更证明了这部电影的永恒魅力。35年过去了，红高粱依然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一座重要丰碑。当我们再次回看那片火红的高粱地，再次听到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的粗犷歌声，再次看到九儿与于占鳌在血色中绽放的生命，我们依然会被深深打动。因为这部电影告诉我们，生命最动人的姿态是不向命运低头，民族最宝贵的精神是危难时的挺身而出。